好，大家好，我是体育。我现在来 demo 我针对 Hyperledger Celo 这个专案所开的这个 PR735。那之所以要 demo 这个 PR 呢，是因为这个 PR 有着极为大量的变更。那这个 PR 呢，宗旨是在重构整个专案。对，可以看到说它减少了非常多不必要或者是过时的程式码。那也因此呢，它修改非常多，所以我用这个 demo 来提升它的说服力。并且呢，让大家知道说，就是这个重构之后呢，这个海类就是一种专案要怎么做使用。我会在我的个人电脑上进行这次 demo。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我的个人电脑呢是 Ubuntu 24.04，以及我的 Docker 的版本是28.0.2，我的 Compose 的版本是5.1.0。所以，如果您想要重现这个 demo 里面的所有操作的话，可以参考这边所使用的版本。最后呢，我的 Git 状态呢，跟我这个 PR 的来源分支呢是完全一致的，也没有做什么修改。对，那如果你想重建的话，就是用 Gclone 把这个分支复制下来就可以了。好，那为了证明说，为了保持我们的大课就是它的状态呢是干净的，所以我们进行了就是 system call 一次，那可以看到是没有删掉任何东西的，所以我这个大课是绝对干净的。好，我们要先 clear。然后呢，在这个重构里面呢，由于我有去修改这个大颗 file 的位置以及内容，所以我并不建议使用原本的 make file 进行操作。那这个可能会在日后的 PR 进行更新，就是更新脚本的部分可能会改成 shell script 或是重写那个 make file。对，那这些都待讨论了。那我是认为说这个 PR 不应该再加东西了，就例如我一开始说的，这个 PR 已经很拢、很笨重了，很拢了。所以呢，交由之后的 PR 进行修改。那现在这个就是我会建议说，要重现这个 demo 操作的人，可以去这个 GitHub Workforce，然后找到这个 YAML 档 Docker Image，然后呢去进行里面的操作，来建置这个 Hyperledger Celo 的部分。首先呢，在专案工作下呢，我们多了一个这个 Docker Compose File。那这个 Compose File 包含了就是 DB 啊，然后 API Engine 啊，以及 Dashboard 的部分。好，那这个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就玩好了之后呢，再回来。好，那可以看到说它现在已经就是跑完了。那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去这个 Aperture Fabric 的 Agent 的资料夹，然后去 build 这个 image。好，那可以看到说它现在 Aperture Fabric Agent 的 image 也顺利跑完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来，就是一样也是对置这个指令。好啊，那最后呢，我们要到 Node 的资料夹去 build Packager Fabric Node 的 image。好，那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
hydrogen node 呢已经 build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进我们的 dashboard。由于我之前有登录过啊，就是我自己的 Hydrogen 有实力，那我现在已经重 build 过了嘛，所以它那个 token 失效了，这很正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你不知道你的 dashboard 怎么进的话，你可以看这边，就是还有一个 dashboard，然后它有个 poll 是 Mac 然后8081。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注册我们的 organization 以及这个 organization 的 admin。最后呢，这次的重构呢有修改，有更新这个 agent 的部分，我就直接把它放进 organization 的属性里面。因为其实在建制这个 organization 的时候呢，就会需要那个 agent 的去建它的 material。可是之前那个 crypto material 是在 API engine 去做建构的，所以什么时候建其实没差，所以最后拖到那个先登录之后，使用者先登录之后呢，去增加 agent 然后的 URL，然后才会去建 organization 的 crypto materials。但是其实这个 organization 的 crypto materials 应该是随着 organization 被注册就应该先去做产生的，这样比较合逻辑嘛。所以我认为应该要把 agent 的这个设定呢，直接提前到这个 organization 注册的时候，对，那这样子也可以预防说，就是使用者不知道说他要有个 agent 才能去建 organization。好，那这样子建完之后，他会跟我们讲又注册成功了嘛，然后我们就可以登录。好，我们登录之后呢，就直接来建这个 node。那这个 node 呢，会用到我们刚才建的这个 node 的 image，对，就是我们刚才建的这个绿路，还有一个 fabric 这个 image。好，那跟重构前呢有一点不同的地方是，就是我们的 node 的状态呢是动态更新的，也就是说，原本它的 node 状态呢是直接写死在 DB 里面，也就是说，今天一旦它见血，如果没有特殊的状况的话，它就会一直被认定是正在跑的状况，然后可能那个容器已经挂了，还是就是 fail 掉了，那这个 UI 没有办法好好展现出来。所以我在这次的重构里面呢，有加就是动态判断的部分。所以今天假设我们把这个 node 给关掉，就我们刚才起的 node 嘛，因为它就会变成是 node 的名称加上你 organization 的域名。好，我们把它关掉之后，我们现在来这边重整，重整就会发现它的状态已经被更新，变成它是就是呃不是在 running 的状态。那我们现在把它重启回去，这样它就变成健康的状态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PS，看它是不是就是还是运作的正常。如果没什么问题，你就可以来，我们就可以来就是建 order 的。好，那也建起来了。那 order 的一样也是动态判断的，就跟那个原本的不一样嘛，因为原本是写死在 DB 里面，那这个可以自己去试，我这边就不试了。接着我们要建的是 channel，那在建 channel 前呢，你可以进来看这个我们的 Average Fabric Agent，它忘记了啊，用在 Batch，它这边会有一个进来之后，它就会有个 Zero 资料夹。那 Zero 资料夹会有产生的 Crypto Materials，就跟我刚才讲的一样，会有 Order 的 Organization、Peer Organization 以及Crypto Config。那这里面呢就会有就是你想得到的，就是刚才所创的那些节点的这个 Crypto Materials。对，然后呢，我们再
好，我们建起来之后呢，它其实在背后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建起来之后，发现这边多了一个资料夹嘛，Channel One。那其他这几个资料夹就不用管它，这个是 Hybrid Fabric 的执行档及那个设定的模板。然后我们就进入 Channel One 跟看又会有它的控制区块以及它这个 channel 的定义，就 config vs。好，这样子表示 channel 是健康的嘛？那我们现在就来上传我们的圈扣。那我们的圈扣呢，我是用 sh transfer basic 在那个 fabric sample 这个那个 GitHub report 里面，你就可以找到。如果你有就是碰过 Hybrid Fabric，你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第一个圈扣应该就是它，所以我就直接拿来做 demo。那我们的照填，就是我们的圈扣名称是 1.0，我的版本，抱歉，我的圈扣名称是 basic，然后我们的版本是1.0，对，然后口误，那 sequence 是1，那这个其实也可以在之后呢去做调整，就是sequence 应该直接写死是1，对，而不是让使用者改，因为他第一次上传一定是1嘛，这个毋庸置疑，所以我认为呢，其实是可以在日后呢再开一个 PR 去做优化。但现在呢，由于这 PR 实在是因为太多东西了，所以我就不塞了。对，以后到这个 PR merge 后再说。我们现在就直接上传这个圈扣。好，可以进来这个，刚好像有点切掉，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下这个 Docker logs，然后减 F 这个 Hybrid Fabric Agent，我检查一下我的输入法 Hybrid Fabric Agent 的这个 container name 之后呢，可以进来看它的 logs。那你可以看到说，它会安装嘛，还会 install 这个圈口。但是这个也是跟就是重构前不一样的地方是，重构后现在这个就是我修改，它会直接帮你 install 跟 approve 这个圈口，然后它的这个状态呢也是用动态的去做 query，动态去做更新，也不是显示在资料库里面。那这边有个缺点是上传之后，它 install 还是可以按，就是它没有锁起来。那这个一样也是之后的 PR 可以去做更新的，就是可能加一个 lock，加一个 neutral lock 之类的，就是让使用者不要一直按，然后就是在资料库设一个布林值，然后如果它还在处理中的话，就不要按。但是呢，现在上传圈扣之后，它会帮你 install 跟 approve 这个圈扣。它会，但是你可能要等一下，就是因为第一次 install 圈扣会比较久嘛，因为它要建构 container、建构 image 那些，然后这边有 install 嘛，然后它这边会 approve，对，就是你可以 log 进来看，然后稍微等一下，对啊，如果有错误讯息的话就再说，就是目前是没有的，可能就是你可以进来看这个 log，然后看它的更新状况，对，那。当然这个 UI 上可以再优化，对，因为这边看不到它的整体状况。总之，你现在重整之后，你会发现状态已经被 approve 了。那这个不是在 DB 里面写实，你可以看我刚才重整之后呢，我这个 log 是一直没关掉，我就让它发 log，然后看到它重整就会去 query install 啊，然后会再去 query approve 的啊，然后去判断说，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圈扣有没有在那个 install 跟 approve 的圈扣里面，那如果是有的话，就把它的状态就是拉到 installed 或 approved 里，然后就是显示在 UI 上，所以可以看到说这边你可以动态显示说它已经被批准了。那这边还会下 query committed， 那可以看到说 query committed 是没有的嘛，所以它就状态就不会更新你的 commit。那上传这个动作只会一直帮你执行到不会帮你 commit 的，是因为你这段时间要去收集签名嘛？你需要假设你的圈扣有很多 organization 在里面的话，那你会需要等到说所有人都 approve 了之后才能 commit，所以我不会直接帮你 commit。那可以看到这边的 approvals， 它可以给你看出有多少的这个圈扣里面的
organization 已经同意了这个圈扣。那可以看到说，这个 channel 现在只有一个 organization， 然后它已经同意，所以我们可以 commit。那这个东西呢，也是重构之前没有的。那我也是显示在 UI 上，我让使用者看说现在还有多少 organization 没有 approve 这个 commit， 这个圈扣，这个 approve 这个圈扣，我把它显在 UI 上。对，因为这也是指令会回的嘛，那个什么 commit radius， 对，就 commit radius 这个东西嘛，这也是指定会回的东西，所以我就一定把它显示出来。那现在它是可以 commit， 然后我就看它 commit。那这个东西呢，也是就是跟重构之前不同的地方在于，除了会帮你 install approve 以外，我现在重整一下，就是它也会就是动态的去，假设你今天已经 commit， 它会用指令去动态更新它的状态，显示它的状态。然后依据这显示状态呢，它的那个 operation 显示你可以进行的操作呢，也会跟着变化。像我刚才上传的时候，因为它状态一开始是 created， 也就是它预设的状态，所以我能够进行操作就是 install。那假如今天 status 是 install， 那我的操作只能是 approve。如果它是 approve， 那我的操作只能是 commit。是我确保说，就使用者是有序的去进行这些圈扣的操作，对，透过 UI 去做限制。好，那以上就是这次 PR 所更新的所有功能，你可以使用的，我认为稳定的功能都在这个 demo 里面了。对，那可以看到说，除此之外，这个 UI 还有更新。你看这边有这个 REST API， 你点进去可以直接到 Swagger， 可以看 API Engine 的 REST API 以及 GitHub。你点进来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 GitHub， 然后以及 Online Documentation。那这个键呢，点进来呢就可以到 Document， 这些都是重构之前没有，然后我把它加上去，所以我希望这个 PR 可以被 merge， 对，然后让我可以着手进行下一步。那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就是说，我们这边圈你看这边没有 operation， 对不对？我希望可以加一个 operation， 是让使用者可以透过 UI 把其他organization加进来。所以我们刚才在创建 channel 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选成员的，我们没有办法选 organization。那选了反而会让事情变复杂。就是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应该就是让使用者先创一个只有他自己 organization 的 channel。然后再允许他透过 Hybrid Settle 一个一个的把 organization 他想要加的加进来，就其中可能会要求签名嘛，那就有 Hybrid Settle 去做资料库去做，就是检测说他的签名，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做 approval， 我们都可以做圈扣 approval， 那检查他那个这个 organization 现在有多少签名，应该是不会太难。对啊，他刚才跑有点久，是因为他对行他都要跑那个指令嘛。对，他都要跑那个 check commit readiness 还是 priority approved， 他要考那些指令去推算出这个 status。但我认为，这个状态呢，可以让使用者更进入就是现在圈扣的进度，所以它比写死在 VB 好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认为牺牲一点效能是可以的。就我们不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是在写什么 Linux kernel 还是什么 OS 的之类的，我们不需要追求效能，我们要追求的是使用者用的方便，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呢，最缺乏的就是这个channel，没有办法加入跟选进。那merge这个 PR， 我就会立刻开始着手进行。那这个 demo 影片呢，会被公开在网络上，或者你可以说公开在互联网上。对，那如果你是不小心撞见这个影片的人，你对 Hybrid Fabric， 你对 Hybrid Settle 有兴趣，欢迎向我联系。对，因为我非常非常的缺人手，非常缺。我自己一个人做这个 channel 这个 ad organization 这个操作呢，铁定要很久。我已经料得到，铁定要很久。所以我希望就是如果你是对这个看专案开发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然后第二个可以在之后加的部分呢，是这个圈扣啊，这个圈扣应该要可以透过 application gateway 进行互动，比如说 send transaction 或是 query 某个 transaction 的状态。
那我认为，因为现在其实后端已经 implement 这个 application gateway 的交互了，现在所剩的就是把它放进 UI 里面，所以这个它真的跑得有点久哦，这应该可以再优化啊，对啊，这应该可以再优化，它刚才真的跑得有点久，不过对，那就是之后偏执。总之就是圈控呢还可以再加 application gateway，对，在这个 operation 这边也可以加个互动，让使用者可以直接透过这边去跟智能合约呢做交互。然后以上就是我的 demo，我是 Kiwi，谢谢观看到这边的人。